3, 2, 1。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！我现在绝对是又过了一遍夏天，我肯定吃不完。最后还是决定去那找一家。这个好吃，我再问问你看，马上就讲。OK， 现在是看图点餐的环节。我真的饿了，我觉得要不我先来点豆芽吧。发现它还是个米其林餐厅。好吧。这个河粉真的是 Q 弹爽滑，很好吃。我现在绝对是又过了一遍夏天，我全身都是汗。这要是比我在日本喝的还好喝，那就有点过分了啊。还行，就是抹茶、牛奶、糖，我点了少糖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甜。买了一张明信片。为什么我点呀？写好的明信片塞进去。OK， 我现在把明信片寄好了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！我需要赶紧去吃点东西。这家小店，哇，这个面包。这应该是扔萝卜，尝一个先。180的一个，我肯定吃不完。红下嘴的感觉，很重。OK， 到家了，休息一下。总体来说呢，我觉得胡志明这个城市还是不错的，就是它比我想象的那个治安要好很多。因为我来之前，我在网上看到说什么有飞车党啊，会抢包啊，会有扒手啦，会偷手机啊、抢手机啊之类的。但是在我待的这2、3天吧，我是没有看到这个情况，所以这个治安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。另外，我觉得我在胡志明学会了如何过马路，因为胡志明的这个摩托车大军真的很恐怖。然后我提前在网上看了攻略，就是怎么样过马路呢？就是认准你的目标，一定要匀速的匀速的走过去，中途不要停，不要突然加速，也不要突然后退。那些摩托车会根据你的速度来进行预判，然后非常巧妙的绕过你。所以这是我在胡志明学到的一个新的技能。而且全程我在做 Grab 的时候，我有点害怕，我就一直不敢拿着那个 Pocket 3去拍，因为有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这个我的左右前后啊，全都是摩托车，然后靠得很近，然后他们的交通是不是这样横平竖直这样子过的，而是他们是他们就是汽车、摩托车、行人，他们各自心里有各自的秩序，然后各走各的路的感觉，所以这不错。我觉得没有体验过，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坐摩托车的感觉，还是蛮有意思的。我在拍你，你要不要说一个嗨？现在我们为了找个吃饭的地方，真的走了好久的路。因为我根据 Google Map 找的一个评分高的店，到了那里它居然关门，它就直接关门。我们到那里才6点半 ，Google Map 上他说是他8点半关门，然后我们就走了很多的路，最后还是决定随便找一家，不然的话是不是要放？好啦，我拍好了。是的，越南的海鲜。我不吃，它这个汤头是甜的，真的吗？已经进去了吗？我觉得是加了这是蒿菜吧？那不认识。我们来个干杯吧 ，Cheers！ 耶！剪刀手。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街边坐着这个小板凳，等那个 Grab 来。为啥泡脸？为什么我的脸这么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。小了，你看，马上就小。以后这样。拜拜。OK， 我现在刚刚吃完一个正宗的越南河粉早饭，我现在回到酒店了。哇，我热死了！我真的觉得我今年从冬天又过回了夏天，又过了一遍夏天的感觉。先给你们看一下我住的酒店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
就进门过来有一个休息的区域，有沙发，类似于客厅会客的一个功能。然后外面是墙，没有什么景观，但是整体的这个采光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这里有一个衣柜，然后这里呢是卫生间、淋浴房，这里是个卫生间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柜子，上面放了我杂七杂八的东西，请忽略它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吧台，再走进来呢就是我的卧室，然后出来呢有一个阳台，外面有一条河。就整体的采光度还是蛮好的。我们先把门关上。就总体来说呢，这个房间采光啊景观还是不错的，外面就有一条河。但是因为我这个房子是临街的，然后晚上我会听到那个摩托车啊、汽车啊各种后面的声音从我耳朵旁边经过。然后，但是幸运的是我这个人睡眠还好，就是这些噪音不大会影响我入睡，所以呢总体来说我还是挺满意的吧。然后。1907年。Hello， 我们今天是湄公河一日游，然后现在在这个永乐寺。就我们经过的这个永乐寺呢，我感觉这个佛教的文化也是非常的盛行。我一圈逛下来，这个感觉非常好，而且游客没有很多，就整个逛下来的体验感非常好。那我们继续走。我们现在开始要坐船探险。不听。哦，不听，这个是不说不看啊。哇，这个很安全的。酸酸甜甜的，尝一下这个。我以为它会很甜，但我没有想到它没有那么甜，带一点酸味的感觉，但是我不是很喜欢。上面的蜜蜂都是活的，有点害怕。我觉得密集恐惧症的人可能不敢看太久。放回去吗？嗨。给自己多加点料。你先近一点来个。压出来。它抬，压块木味。尝一个自己做的。自己做的豆腐好吃。抓金链。花生椰酒坛。吃饭哦。汤也蛮春卷，我现在蘸一下这个酱，有点甜味，麻球。在胡志明游玩的这几天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好像可以抛开所有的负担和枷锁，无所顾忌。这种自由是我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面很难感受到的。我就自己做了一些简单的攻略，打包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行李，所以呢，这一次旅行相当于是我第一次一个人的出国的旅行。拜拜。我觉得这还是多多少少需要一些勇气的，因为一个人你可能会在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去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，然后都需要你一个人去解决。对，因为今天是星期六，然后我到了这个粉红教堂，我才发现他们礼拜六、礼拜天没有对外参观。我在寄明信片的时候才发现身上的现金远远不够，而我的银行卡在越南根本就取不到钱，然后跑了很远的路，终于换到了现金。当我真正走进这里的大街小巷，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而且非常简单，就是玩得开心，吃得开心。在胡志明，我不认识任何人，但我用真诚去对待旅途中遇见的每一个人。太美了，美女划船。因此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互动。
也许很久以后我会忘记走过胡志明的哪些地方，但我一定会记住哪一个让我大笑的瞬间。